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他，你看，他头上那根有大量金色密纹的独角旁，是不是有一个凸起？对，金角巨兽实力很好辨认，因为它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特征。幼体期额头只有一个独角，成长期额头开始生长第二个尖角，青年期额头开始生长第三个尖角，壮年期长出第四个尖角，巅峰期长出第五个尖角。实力越往后，尖角上的金色密纹越复杂，直至最后，尖角就仿佛金色，所以它才被称为金角巨兽。它第二个角才仅仅一个凸起，估计才踏入恒星期不久。不过它血统太强，成长速度非常惊人。在成长期，它会疯狂吞噬大量金属并吸收，实力不断提升。所以要杀必须赶紧杀，否则它会越来越强。难怪它吞噬战争基地，战争基地几乎都是金属。放心，它作为金角巨兽，虽然有体内世界，可毕竟是才刚刚结束幼体期的小家伙，每天的饭量是有限的。不过罗峰，我还是得劝你一句，星空巨兽每一头都不好惹，它们血脉中蕴含着古老的传承记忆，想杀星空巨兽很难。想杀星空巨兽中排名都非常靠前的金角巨兽，更是难上加难。主人曾听说，宇宙中有一位不朽碰到界主级金角巨兽，欲要击杀。按理说，不朽强者杀界主太容易了，可是那金角巨兽虽然斗不过，但还是逃掉了。这种数量无比稀少的最巅峰血统，或许你能战胜它，但要击杀它很难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他想要毁灭地球，那必须先踏过我们所有武者的尸体。地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，而身为武者的我，存在的意义，就是用生命誓死守护这个家园。你这个死脑筋，可惜陨墨星号上没有武器，不然以陨墨星号的强度，只要加速到惊人速度，加上它锋利无比的边缘，一个撞击就是一颗星球也能切割，杀恒星级跟切菜一样。可惜陨墨星号损坏，根本没办法飞。大卫，如果是行星级8阶9阶的怪兽，我们还有希望；可如果是恒星级，胜利的可能性最多只有1成。若采用大当量核弹打击，具备实施条件吗？大涅槃时期之前，超大当量的核弹连试验都没地方试验。可是基地式时代，空旷的上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多的是，条件是有的。详细计划还是交与各国专家讨论吧。司令，我是在想，如果失败，你是说民族传承计划？大涅槃时期以来，我们见过太多的老百姓因为怪兽而颠沛流离。如今好不容易才能在基地室中获得片刻安宁，没想到末日就这么来了。相信各国都一样，传承计划先暗中开始吧。如果我们地球人类真的反抗不了，再大规模启动。详细情况离开虚拟空间再谈。或许情况没那么糟。大家是地球的一员，没有一个愿意放弃。红哥，你有把握吗？没把握。不过，就算没把握，到了最后关头我也得上。我已升至行星级7阶，配合领域已经行星级内无敌，再配合吃木鸦精快速成长的魔云堂，就算跟恒星级1阶生死一战，也未尝没有希望。
最大的麻烦是不知道这一头星空巨兽的实力。各位，从我们亚美利家刚刚发送过来一段关于星空巨兽的视频。接到总指挥部的命令，放弃战争基地，迅速撤退的。主要是我们总指挥部通过卫星，发现那星空巨兽正在朝这方向飞。可是星空巨兽太快，军队还没完全撤退结束。又要被吞了。快上车！快！各位，这一段视频，我们发现2点：一，他这次没有吞噬战争基地，而是毁掉；二，他有远程攻击手段。混蛋！怎么了？我们之前一直在商议，使用超大当量的氢弹在这星空巨兽身体表面或者嘴里爆炸。之前我们最不放心的是它的吞噬能力，一旦吞噬，是否会对电子讯号形成干扰？不过这个难题，我们差不多能解决。现在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它有远程攻击。以它不可思议的防御能力，超大当量的氢弹，只要距离它超过50米爆炸，恐怕都破不了它的鳞甲。各位，氢弹一旦爆炸，其瞬间产生的超高温和扩散出的冲击波以及核辐射，都是普通民众所无法承受的。但对于星空巨兽这样的怪物，恐怕未必能达到致命效果。核辐射，连各位超越战神都不怕核辐射，更别说这星空巨兽了。所以，只有在足够近的距离内，瞬间的强大爆炸，才有机会重创甚至摧毁星空巨兽。超大当量的氢弹一旦爆炸，那瞬间爆炸的超高温就超2000万度。
不过必须在他身边，因为巨变释放的超大能量是朝各个方向扩散，距离中心点越远，威力越弱。对星空巨兽这样神秘不可思议的存在，必须越近越好，最好是在他嘴巴里爆炸。他口腔内部防御绝对不及体表人家，到时候上亿吨当量的氢弹在他嘴巴里，一定炸得他头颅化为虚无。